世界各大媒体对日本的报道。日本简报：随着习近平与世界领导人交朋友，他对美国的立场变得更加强硬。悉尼先驱晨报：中国拒绝了美国重启高层会谈和缓和台湾紧张局势的企图，同时与巴西、法国和沙烏地阿拉伯等其他国家领导人接触。这种双管齐下的外交方式引起了一些专家的担忧，即两国正处于可能导致危险事故甚至战争的冲突轨道上。批评人士指出，中国官员对美国的一些举动感到沮丧，特别是在中国声称拥有主权的自治岛屿台湾问题上。在其他国家领导人最近的访问中，习近平总统讨论了美元在贸易中的持续主导地位，并赞扬了他自己的电信巨头华为的主导地位。拜登敦促在日本举行的 G7 峰会上发表历史性的军备控制演讲。加拿大环球邮报：军备控制宣导者敦促拜登总统利用下个月在广岛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为契机，重申美国对核裁军的承诺，并准备与俄罗斯和中国进行军备控制谈判。包括几位前美国高级军控官员在内的20几名宣导者致函拜登，鼓励他为裁军进展创造条件，并通过敦促中国、英国和法国停止核武库，只要美国和俄罗斯保持对库存的新削减战略武器的限制，就阻止新的军备竞赛。日本核心消费者物价上涨 3.1%， 维持在央行目标之上。日经亚洲：日本3月份核心消费者价格同比上涨 3.1%， 仍高于日本央行 2% 的目标。此前2月份价格下跌 0.2%， 这是11个月来的首次下跌。数据发布之际，人们越来越担心正在进行的美中贸易争端可能会对经济造成严重影响。经济主要由国内需求驱动，出口步履蹒跚。由于通胀压力，日本央行可能决定在今年晚些时候开始逐步取消其大规模刺激计划。日本3月份生鲜食品价格同比上涨 4.6%， 部分原因是恶劣的天气条件和高端产品需求的增长。这可能会对家庭支出构成风险，因为实际工资一直落后于通货膨胀。这些数据凸显了企业如何将不断上涨的成本转嫁给家庭，这反过来又有望导致日本央行进一步施压，要求其开始缩减刺激措施。日本目前是世界第3大经济体。日本央行上一次提高货币政策框架是在2016年，承诺超额完成 2% 的价格目标，以应对20年来断断续续的通货紧缩。据报道，他不打算在4月下旬的下次会议上改变其货币政策，但鉴于公众批评其大规模刺激计划扭曲了债券市场并压低了金融机构的获利率，因此存在这样做的压力。耶伦警告，美中脱钩将是灾难性的。金融时报：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警告不要与中国脱钩，他称之为破坏世界其他地区的稳定。耶伦表示，美国不会寻求将经济与中国脱钩，而是寻求与北京建立建设性和公平的关系。然而，他也提到了对不公平经济政策的抵制，并表示美国将与其盟友合作。这番话是在耶伦可能访问中国之前发表的。耶伦将是自美国总统拜登上任以来美国最高级别的官员。巴菲特效应：海外投资者一周买入超过70亿美元的日本股票。日经亚洲：在亿万富翁投资者沃伦·巴菲特 Warren Buffett 发表声明称，他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已增持日本5家主要贸易公司的股份，并打算进一步增加在日本的投资之后，海外投资者在截至4月14日的5个交易日内净买入了 1.05 万亿日元 78.3 亿美元的日本股票。德桑蒂斯将在白宫竞标迫在眉睫之前出国旅行。英国独立报：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 Ron DeSantis 将在预期竞选总统之前前往英国、以色列、日本和韩国，作为国际商业任务的一部分。这次访问使他有机会与政府领导人进行讨论，并在外交活动中发表主旨演讲。预计州长将在佛罗里达州立法会议于5月初结束后宣布其总统候选人资格。上田面临日本央行政策压注，这些赌注不会在首次亮相决定时消失。彭博社：投机者正准备与日本央行行长上田义夫 Kazuo Ueda 交手，押注央行将在下周改变其债券购买政策，
尽管上田坚持认为站稳脚跟是合适的，由于担心短期利率上升、通胀上升和缺乏流动性的债券市场正在推动这一动力。投资者表示，他们预计日本央行将在下一次政策会议上调整立场，尽管该机构在全球银行业危机后不愿如此迅速地采取行动。美国资本主义的力量。纽约时报。尽管人们担心资本主义的衰落，但《经济学人》的一份报告揭示了美国资本主义的主导地位和加速走向成功。1990年，美国的人均 GDP 与欧洲和日本并驾齐驱。然而，到2022年，美国的人均 GDP 要高得多。此外，美国人的人均收入目前比西欧高出 30%， 反映出教育支出比经合组织的平均水准高出 37%。尽管对中国崛起为超级大国的担忧已经出现，但2022年美国经济仍占全球 GDP 的 25% 左右。随着经济复苏，日本21%财年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增加了 2%。路透社。根据环境省的数据，在截至2022年3月的一年中，日本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增加了 2%， 原因是工业活动在与大流行相关的低迷之后有所回升。数据显示，排放量从大流行引起的衰退中反弹，达到 11.7 亿吨二氧化碳。排放量在2020至21年度降至1990至91年开始收集数据以来的历史最低水准。尽管如此，2021至22年的数位仍比大流行前的2019至20年低 3%。日本是世界第5大碳排放国，其目标是到2030年将排放量从2013年的水平减少 46%。优衣库的成功反映了日本工业巨头的成长。经济学人。迅销旗下的服装零售商优衣库 Uniqlo 正在国际市场上挑战欧洲时尚巨头。瑞典的 H&M 和西班牙的 Inditex 在亚洲已经站稳了脚跟，但优衣库的扩张反映了日本制造商在该地区的发展。几十年来，丰田、日产和本田通过生产可靠、价格合理的汽车主导市场，说明日本工业公司采用该地区。迅销在亚洲的地域扩张遵循同样的模式，对非洲大陆的商品销售比去年同期大幅上升。在截至2月份的6个月中，该地区的销售额占 16%， 高于1年前的 11%。自动化仓库技术使优衣库的一些工厂减少了高达 90% 的员工，说明该公司提高了利润。截至2月底，利润同比增长 48%， 达到1030亿日元 7.6 亿美元。高盛寻求日本投资16亿美元的绿色基金。日经亚洲。高盛 Goldman Sachs 正在日本探索潜在的环境投资机会，作为其16亿美元的地平线环境与气候解决方案基金的一部分。该基金于1月启动，专注于脱碳和可持续经济活动的科技初创企业。除了提供投资资本外，该集团还提供商业建议，并将公司与其他合作伙伴联系起来，以说明促进进一步增长。北约与日本关系有发展空间。外交官。随着日本加强对俄罗斯和朝鲜的防御努力，人们呼吁北约和日本之间加强合作。美国官员警告中国寻求东亚霸权。虽然两国之间加强安全联系的机会是显而易见的，但一些人担心更多的参与该地区可能会加剧紧张局势。对日本来说，与北约结盟将是有利的，因为它将提高其捍卫其地位的能力，同时认识到这些地区的和平是多模相互关联。改进资讯共用，特别是在网络安全方面，已被提议作为一个关键的起点。日本简报，全球了解日本最快捷、简约的媒体。